人口多真的代表实力强吗？中国常以14亿人口自豪，动不动就吹嘘人海战术无敌。然而，台湾这座小小岛屿却默默拥有一系列世界第一，用实力打脸了靠人口堆砌的神话。别被骗了，14亿人算个屁！当我们把台湾隐藏的实力摊开来看，连世界超级强权美国都不得不侧目，甚至感到一丝不安。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为什么说台湾的20几个世界第一足以让全世界都震惊。首先，我们一般提到台湾的产业实力，脑海中浮现的多半是护国神山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但你可能不知道，台湾的世界第一绝不只有台积电一家公司。事实上，台湾各行各业藏龙卧虎，拥有众多领先全球的企业与技术，从尖端科技到传产制造，从医疗技术到海洋渔业，台湾人在各个领域创造出的成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就拿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产业来说，台湾握有半导体产业的王冠，台积电是当之无愧的晶圆制造霸主，几乎垄断了全球最先进制成晶片的供应。你手上的智能型手机、电脑和汽车里头关键的大脑处理器晶片，很可能就是由台积电生产。在半导体代工市场，台积电占据了超过1半的全球市占率。更惊人的是，在最顶尖的先进制程领域，台积电一家就包办了约90%的产能。三星试图追赶，但尚有差距，英特尔甚至得向台积电下单代工。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台积电，全球高科技产业将陷入瘫痪。美国再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都会因晶片供应链中断而受挫。难怪有人说，美国再怎么担心中国，也不敢让台积电有闪失。因为台湾的晶片就像现代经济的石油，牵一发而动全身。台积电之所以强大，背后是台湾整体半导体生态系的鼎力支撑。台湾不仅有世界第一的晶圆代工厂，还拥有世界顶尖的晶片封装测试厂日月光。别小看封装测试这一步，晶片在晶圆厂制造出来后，要经过切割、封装成晶片，测试良率，才能变成可用的元件。日月光常年稳居全球封装测试产业的龙头，掌握了全世界超过1半的市场。可以说，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台湾构筑出一条半导体黄金链，把全球顶尖晶片产业紧紧握在手中。除了代工和封测，在上游的 IC 设计领域，台湾也有亮眼的世界第一。联发科就是最佳例子。这家台湾 IC 设计公司专攻手机晶片，过去可能名气不如美国高通，但近年突飞猛进，手机处理器出货量一度登上全球第一。2021年，联发科在全球智慧手机核心晶片市占率达到约7%，超越了高通的1%。换句话说，全世界每3只智慧手机就有1只是用联发科的晶片。更令人惊讶的是，联发科甚至在美国市场也打败高通，成为安卓手机晶片的市占冠军。可别小看这默默无名的台湾公司，从平价机到中高阶 5G 手机都跑着台湾的心。这不但让中国大陆追赶的气喘吁吁，连美国巨头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竞争对手。谈到晶片，就不能不提记忆体领域的台湾实力。旺宏电子是全球最大的唯独记忆体 ROM 供应商之一，在立基型记忆体市场居于领导地位，甚至任天堂的游戏卡带、汽车电子的记忆体都有可能采用台湾旺宏的产品。还有手机无线通讯少不了的高阶射频元件，这里头也有台湾的天下。稳懋半导体是全球最大的砷化镓晶圆代工厂，专门生产射频放大器等关键元件。简单说，如果没有稳懋代工的射频晶片，许多手机和无线设备的讯号收发都可能受到影响。台湾虽小，在这些关键电子元件领域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号称世界工厂，什么都能自己造吗？但现实是，在上述这些尖端科技产业，中国至今还追赶在后。中国自己的晶片制造技术远远落后，甚至许多关键元件得仰赖进口台湾的产品。正因如此，台湾的半导体优势反而成了某种细盾，让想对台湾不利的势力投鼠忌器。因为一旦台海有个3长2短，全球经济都得跟着遭殃，连美国的尖端武器都可能缺料。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如此重视台湾。2022年俄乌战争后，
全球才真正体认到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美国赶紧通过晶片法案砸下重金，希望台积电到美国设厂，以减轻对台湾的依赖。然而短期内要复制台湾数十年累积的完整产业链，何其困难。时至今日，华盛顿的精英们夜不能寐，仍担忧着这颗远在西太平洋的小小晶片之岛。当然，高科技领域台湾的世界第一还没说完，我们再来看电子制造业的版图。中国大陆虽拥有广大的劳动力和工厂，但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帝国其实来自台湾，那就是鸿海科技集团，也就是富士康的母公司。富士康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全球超过一半的 iPhone 手机是它组装的，还有无数的电视、游戏机、笔电等电子产品都出自这家代工巨头之手。鸿海集团在全世界24个国家有据点，员工总数在旺季时超过90万人，曾经一度突破100万人大关，成为全球仅次于少数几家国营单位的超大型雇主。试想，一家台湾公司管理着将近100万劳工，生产线遍布中国大陆、印度、东南亚，一举坐上世界第一代工厂的宝座。这幅庞大场景是不是让人联想到蚂蚁雄兵？然而领军的女王却是在台北调度指挥。讽刺的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奇迹，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台湾人在后面出力。当年郭台铭凭借着对制造成本和效率的极致追求，在中国深圳建立起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座厂区就容纳数十万工人，被称为 iPhone 城市。可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通过台湾企业家的经营，才真正转化为撼动世界的制造能力。如果没有鸿海、Apple 等美国科技公司，也无法如此快速地将产品送上全世界消费者的手中。如今，中国虽想摆脱对台湾代工的依赖，扶植自己的代工厂，但要达到鸿海这种规模和水准，绝非易事。台湾人在制造领域隐隐握有的一张王牌，让美国企业也离不开它的代工服务。这同样是让美中两国都不得不慎重对待台湾的原因之一。说完了手机和电子代工，再来看看电脑产业。在全球笔记型电脑市场，有一个你可能没听过的隐形巨人来自台湾，那就是广达电脑。广达是世界第一大的笔电代工厂，全世界每3台笔电就有1台产自广达的生产线，包括 Apple 的 MacBook 系列、Dell、HP、Lenovo 等大品牌的笔电，不少型号其实都是广达在幕后代工打造的。除了广达，台湾还有人保、伟创等代工大厂，一同瓜分了全球绝大多数的笔电代工市场。换句话说，地球人每天用的笔电绝大部分出自台湾之手，只是你在产品上看到的是国际品牌 logo， 往往不知道背后真正执行制造的是台湾队。这种台湾制造别人品牌的隐形供应模式，让台湾的实力长期被低估。然而一旦发生什么变故，比如供应链中断，国际大厂们才会赫然发现离了台湾就玩不转。美国当然深谙此道，毕竟连美军的部分笔电设备也可能仰赖这些台湾代工产线，谁敢让他们出事呢？除了代工无名英雄，台湾本土也孕育出不少享誉国际的知名品牌，其中有的更拿下了世界第一的头衔。华硕 ASUS 就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提起华硕，不少科技迷会想到它是全球主机板的第一品牌。然而华硕的实力不仅于此，它在笔电、手机，尤其是电竞游戏领域都有极高声望。华硕的 Republic of Gamers 玩家共和国系列电竞笔电和配备风靡全球玩家市场，多次荣获国际大奖。可以说，在电竞笔电这个利基市场，华硕稳坐世界销量冠军宝座。华硕之所以令人佩服，是因为它展现了台湾品牌从代工走向自有品牌的成功转型。当年华硕创办人从主机板起家，一步步建立品质口碑，如今连美国的专业玩家提起 ROG 系列都竖起大拇指。当年 EEPC 小笔电风靡全球，开创 Netbook 风潮也是华硕的创举之一。可以说，华硕让世界看到台湾品牌的创新力与竞争力。事实上，除了华硕之外，台湾还有红旗、微星等知名电脑品牌，在各自领域都有不俗表现。
微星在电竞主机板和显示卡方面是全球领导品牌之一，红旗曾是全球第2大个人电脑品牌。这些企业共同构成台湾在资讯科技领域的软实力，让 MIT Made in Taiwan 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之一。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平常不太引人注意，却在各自领域做到世界顶尖的台湾隐形冠军们。首先是台达电子，这家公司一般消费者可能不熟悉，但它其实是全球第1大的电源供应器厂商。无论是桌上型电脑的电源供应器、笔电的变压器，还是资料中心伺服器的巨型电源模组，都有相当比例由台达电设计制造。台达电的产品强调高效率、稳定可靠，在看不见的地方为全球电子设备提供心脏动力。你或许不知道，你家电脑主机里安安静静供电的电源就是台达电造的。美国硅谷资料中心成排伺服器背后的电力保障也是靠台达电的方案。可以说，只要有电子装置运转的地方，就有可能有台达电的功劳。正因为掌握着电源这项关键技术，台达电连年营收稳居世界同业龙头。当各国谈节能减碳时，台达电的高效电源装置更是香饽饽。试想，如果哪天这家台湾公司停止供货，全球无数电子设备可能瞬间断电宕机，这种无形影响力难道不足以让人敬畏吗？再来看看网络世界背后的推手，现代生活离不开网际网络，而网络世界的基础设备很多出自台湾之手，智邦科技 Acton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智邦是全球顶尖的网络设备供应商，专门替国际大厂代工或提供白牌交换器、路由器等网络通讯产品。全球许多企业级网络交换器其实是智邦制造，在贴上思科、Cisco、Arista 等品牌商标后出货。智邦不张扬，但实力雄厚，它的白牌交换器市占率世界第一。随着云端时代来临，超大规模的资料中心兴起，智邦也跟着提供高阶网络设备给脸书、Google 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料中心使用。试想，要是台湾的网通设备断供，国际网络流量的传输效率可能都会受影响。由此可见，台湾不仅在终端产品，在底层关键设备上也站稳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谈到隐形冠军，还有一家不得不提研华科技。研华是全球工业电脑 IPC 产业的领导厂商。什么是工业电脑？简单说，就是那些用在工厂自动化、生产线控制、医疗仪器、零售终端、交通设备中的专用电脑。你平常在自动贩卖机、收银机、医院的监护仪上看到的电子屏幕和系统，很可能背后就是研华提供的工业电脑在运作。研华的工业电脑产品线齐全，从硬体到软体方案都领先群雄，市场占有率高居全球第一。它被誉为隐形冠军，是因为一般人不认识，但各国工业界却对研华奉若圭臬。连德国、日本这些工业强国都广泛采用研华的系统，可见其可靠程度。可以说，在智能制造和物联网浪潮中，研华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全世界的工厂要升级自动化，几乎绕不开台湾研华的方案。如此强大的工业基石实力，让台湾在制造业升级方面掌握了话语权，这难道不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吗？除了上述这些，台湾在一些关键零组件制造方面同样坐拥世界第一的宝座，将产业链的话语权紧握掌中。比方说，大立光电是全球最顶尖的手机镜头厂。你或许没听过大立光，但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或各大品牌的旗舰智慧型手机，其中的摄影镜头模组极大可能就是由大立光提供。大立光专攻高阶手机相机镜头，多镜片高像素的复杂镜头组一直以来都是它引领风骚。全球前3大智慧手机品牌苹果、三星，甚至中国的华为、小米等，都曾经大量采购大立光的镜头。大立光最辉煌时曾占据全球超过1/3的手机镜头市场利润，技术门槛极高，一般厂商难以匹敌。中国近年也试图扶植自己的手机镜头企业，挑战大立光，但在镜片研磨、模组良率、光学设计上，台湾人10几年的功力不是那么容易超越。所以我们说，全球智慧手机拍照画质之所以突飞猛进，有台湾在幕后默默贡献了一份力量。如果没有台湾的大立光，
可能就没有今日手机那么清晰亮丽的摄影体验。连美国 CIA 前局长都半开玩笑地说，要摧毁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不是毁掉他们的坦克，而是想办法让台湾的光学和半导体公司消失。这或许是玩笑，但也道出了台湾关键产业对全球科技的影响力。再看电动车产业，这几年是全球瞩目的新领域，而台湾依然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美国的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为例，你可能不知道，特斯拉全车多达 75% 的零件供应商都来自台湾。特斯拉号称科技结晶，但它的心脏电动马达正是由台湾的新创公司富田电机制造供应。是的，你没听错，一辆让马斯克引以为傲的特斯拉，其核心驱动马达是台湾造。除此之外，电池管理系统、车用摄影、镜头、毫米波雷达等诸多高阶零组件都有台湾供应商的身影。台湾的汽车零件产业链其实常年深耕，包括传统车辆的关键零件，很多也由台厂供应全球。进入电动车时代，台湾更是一马当先切入关键领域，把过去在电子、电机领域的优势转化为电动车的供应实力。这使得美国在推广电动车时，同样离不开台湾提供的关键零件。如果没有台湾，特斯拉的生产计划恐怕得放慢脚步。马斯克自己对台湾供应链也是赞誉有加，因为品质和效率实在无可取代。可以说，台湾默默筑起了全球电动车产业背后的隐形长城。说到隐形实力，我们再把视野拉广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台湾还是全球航运业的重要玩家。台湾有3大海运公司，长荣海运、阳明海运、万海航运全部挤进了全球前10大的航运公司行列，其中长荣名列全球第7，阳明第9，万海第10。也就是说，在支撑全球贸易往来的远洋货柜船队里，有相当大的比重掌握在台湾公司手上。2021年发生在苏伊士运河的那场震撼全球的货轮堵塞事故，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一艘超级巨轮卡在运河里，导致全球航运大乱，损失难以估计。而那艘惹祸的巨轮正是长荣海运的船舶。当时全世界才惊觉，原来一家台湾公司旗下的船只出点意外就能牵动全球经济神经。台湾的航运实力可见一斑。无论是美国的黑色星期五购物季，还是欧洲的圣诞节备货潮，大量商品都是靠着这些台湾航运公司的船队穿梭于世界各大港口。如果台湾的航运巨头们停止服务，国际商流将遭受重击。也因此，全球政经局势紧张时，美国都密切关注台湾海域的安全。因为一旦台海航道受阻，不只是亚洲，连美国本土的供应链都会断裂。这种影响绝非人数多寡所能比拟，毕竟14亿人也运不出你需要的物资船运。但台湾的几家公司却能左右货物流通的命脉。除了航运，台湾人在远洋渔业上也是世界级的存在。台湾的远洋渔船船队规模居世界前列，远洋渔获量常年排行全球第3。太平洋、大西洋甚至印度洋的公海上，都有台湾渔船辛勤捕捞尾鱼、鲨鱼等各种渔获的身影。虽然渔业不像高科技那样光鲜亮丽，但它攸关全球的粮食供应和经济利益。台湾渔民的足迹踏遍4大洋，用汗水奠定了这份世界纪录。某种程度上，台湾的小渔村孕育出了全球数1数2的远洋渔业实力，保障了不少国家的渔产品供给。这也是台湾隐藏实力的一环。即便在传统产业，台湾人也做到世界顶尖水平。当然，远洋渔业的竞争和资源永续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议题。美国和日本等对台湾渔船既佩服又希望台湾共同维护海洋资源。无论如何，台湾在这片蔚蓝色疆域展现的实力再次证明了不要以面积或人口小觑台湾，因为连海洋里都有台湾人的世界第一。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盘点了台湾在工业与科技上的诸多世界第一。然而台湾的强项还不止如此，在医疗技术与公共卫生领域，台湾同样有着令全世界赞叹的成就，甚至有些指标直接超越了美国这样的医疗强国。这也难怪，美国人常说他们拥有全球最好的医院与医生，但有些数据一摊开，恐怕连他们也要自叹不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医疗水准就开始在亚洲崛起，
1987年，台湾成立了东南亚第一个颅炎中心，专门治疗孩童先天颜面畸形。这个中心对唇腭裂患儿提供全面的矫治手术与照护，唇腭裂修补手术成功率达到100%，创下令人竖起大拇指的记录。要知道，当时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类似的先进中心，许多邻近国家的患者甚至远赴台湾求医。台湾医界以爱心和技术改变了无数孩子的命运，让他们重展笑颜。这种医术与人道的结合，正是台湾软实力的体现。说到外科医术，台湾在器官移植方面的表现更是世界顶尖。台湾医师在肝脏移植领域创下了全球最佳的活体肝脏移植成果。台湾活体肝移植手术后5年，存活率位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等医疗强国。这意味着台湾的外科技术与术后照护水准达到了世界之冠，连美国知名医院都自叹不如。台湾还完成了全亚洲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开创了亚洲移植医学的先河。不仅如此，台湾在心血管手术方面也有骄人成绩，冠状动脉心导管支架置入术成功率高达 99%， 并发症低于 1%， 这几乎是接近完美的水准。要知道，心导管技术是一项精细又高风险的操作，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功率，可见台湾心脏科医师的精湛和医院团队协作无间。这些数据摆出来，让许多西方医疗专家都对台湾刮目相看。毕竟医疗不是比人口，而是比专业和品质。在这点上，台湾再次打破了刻板印象。台湾的医疗机构还引进并运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例如台湾的几家大型医学中心率先拥有了640切面电脑断层扫描仪，这是全球最高阶的医学影像设备之一。全世界仅生产了20台这样的尖端仪器，台湾一次就引进了3台，可见对医疗投入之重视。有了这种高解析度的断层扫描辅助，医生能更精确地诊断脑部和心血管疾病，提高治疗成功率。再比如，在不孕症治疗方面，台湾的冷冻卵子技术独步全球，许多女性因为各种原因想延后生育时间，冷冻卵子是关键技术。台湾的人工生殖团队将冷冻卵子的成功率和后续受孕率推上新高，通过先进的冷冻技术，让受孕率高于 37%，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不少国际富豪和名人甚至慕名而来，把卵子送到台湾保存，或寻求台湾的试管婴儿协助，可见国际对台湾技术的信任。另外，台湾在人工关节置换领域也有丰富经验与佳绩。台湾每年执行近2万例人工膝关节、髋关节置换手术，这样的手术量在全球名列前茅。高手术量代表医师经验极为丰富，并发症和失败率因此大幅降低。事实上，台湾的人工关节材料研究也走在前端，成功开发出适合亚洲人体质的关节植入物，使得手术效果更佳，寿命更长。很多国家的患者，尤其是东南亚邻国的病患，专程飞来台湾更换人工关节，只因台湾技术更可靠，甚至有欧美医生来台观摩学习这方面的经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场景，亚洲的小国成了西方学习的对象。可见台湾医疗并非只有1-2项傲视全球，而是多方面全面开花。台湾的医疗成就清单还在继续。台湾拥有全亚洲规模前3大的骨髓捐赠资料库，庞大的数据库让血液病患者找到合适捐赠者的希望大增。对白血病等重症患者而言，这仿佛是生命的灯塔，而台湾人以实际行动打造了这座灯塔。台湾在精密的显微重建手术上也有极高声誉，包含世界知名的林口长庚医院颅炎中心，在指尖再植、四肢创伤重建等领域技术超群，许多断肢再植、烧烫伤重建的精彩医案，连国际医学期刊都报道赞扬。眼科技术方面，台湾医师首创了角膜层状内层移植术，能够替换患者受损的角膜内层而保留外层，大幅降低排斥反应并缩短复原时间。这种创新的手术技术在全球眼科界引起轰动，许多国家的眼科权威纷纷来台取经。医疗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一提公共卫生与防疫，因为最近几年这也是全球焦点。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台湾以超前部署和全民配合，创下初期本土零感染、防疫成绩世界一流的纪录。
台湾的口罩国家队在疫情初期迅速提升产能，短短数周内口罩日产量从几十万片飙升到2000万片，成为世界上人均口罩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台湾还曾在疫情期间援助欧美多国口罩、防护衣，展现 Taiwan can help 的软实力。虽然疫情后期台湾也面临挑战，但整体而言，台湾防疫模式被许多国家视为典范，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世界第一。以民主开放社会，却能在疫情控制上跑赢许多大国，这让世界再次看到台湾体制和公民素养的优势。纵观上述，我们盘点了台湾超过20项令人骄傲的世界第一，从高科技产业的晶圆代工、电子组装、关键零组件，到传统制造的自行车、自动化设备，再到海洋上的船队与渔船，最后延伸到医疗技术、公共卫生。台湾人在各个领域都写下了第一名的成绩单，这些成就有的让美国都自叹不如，有的甚至让中国羡慕嫉妒恨。事实证明，真正的国力不仅仅是人多势众，而在于人才的质量、产业的创新力以及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台湾尽管地狭人稠，人口仅2300万，但人才济济，国民教育水平高，再加上几代人的努力，才培养出这么多世界级的企业与成果。当别人还在夸耀我们有14亿人，市场多大多厉害时，台湾早已用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告诉世人，质的力量足以战胜量的堆砌。也许有人会问，台湾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么多第一？这背后没有什么神秘配方，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耕耘与灵活应变。台湾的企业家勇于投入新兴领域，不怕与国际巨头竞争，政府在关键时刻也敢于扶植重点产业，布局教育研发，比如早年的科学园区设立，人才送往海外深造，都是为今天的产业优势打下基础。台湾人历经困境仍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是关键因素。半世纪前，台湾物资缺乏，只能代工贴牌，但台湾人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在代工中学习技术，累积资本，等待时机成熟就打造自己的品牌。正是这种韧性与智慧，使台湾从代工王国升级为创新中心，从台湾制造走向台湾创造。台湾的成就不仅打脸了那些迷信人口规模至上的论调，也给全世界上了一课。民主自由的社会一样可以效率奇迹，岛国小民照样能登上产业之巅。过去几年，很多国际报告开始重新评价台湾的地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台湾稳居全球前5到前10名，在人口超过2000万的经济体中，更是连续多年排名第一。美国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报告给予台湾自由民主指数亚洲最高的评价。经商环境排名中，台湾也名列前茅，甚至领先许多欧洲国家。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世人，不要再小看台湾。那句台湾 no 曾是玩笑话，现在却是实至名归的写照。或许有人仍心存疑问，中国14亿人难道真的比不过台湾2000多万人吗？当然，中国有其优势和成就，我们并非全然否定。然而在某些关键领域，人口再多，若缺乏创新和自由激发的活力，也难以追上先行者的脚步。况且在全球化的时代，关键零组件与技术链接着各国利益，中国再想靠人海战术弯道超车，也绕不开台湾筑起的技术高墙。这正是台湾让全世界又爱又怕的原因。爱的是台湾供应了高品质产品，促进了全球繁荣；怕的是万一台海失和，这些供应链生态将支离破碎，没人能独善其身。总而言之，台湾凭借着20几个世界第一，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这些闪亮的第一背后，是无数台湾人的汗水与智慧凝聚成的结晶。每一项世界冠军头衔，都等于是在国际舞台上高高举起的台湾旗帜，宣告着我们虽小却强。我们看到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让美日欧纷纷找上门合作，鸿海的组装帝国让中国工人离不开饭碗，美国企业离不开产品，医疗团队的精湛技艺让外国病患不远千里来到宝岛求医。这些例子无一不在告诉世界，台湾的存在绝对不容忽视。下次如果再听到谁说台湾不过就是个小地方，
没了中国不行，你大可以笑笑地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事实去回应它。台湾的小而强，正是对那种以大欺小思维的最佳反击。人口14亿又如何？只要我们善用头脑，努力创新，一样能掌握关键的20几项世界第一，让全世界都看清楚台湾的厉害。未来，台湾还将继续在各领域追求卓越，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世界第一将在这片土地诞生。在国际竞争激烈的21世纪，台湾人不会因为身处险境就自怨自艾，反而会化压力为动力，持续在全球舞台发光发热。我们以自身故事证明了一件事，决定国家强大的不是人口数字的长度，而是人民志气与实力的高度。台湾隐藏的实力已经悄然打脸全世界的偏见。当别人还沉醉于量的优势时，台湾早已以质取胜。在这场质与量的角力赛中，台湾用一连串世界第一告诉所有人，真正令对手胆寒的不是庞大笨重的巨人，而是灵活敏捷、手握关键技术的高手。别被表面现象骗了，台湾的实力足以让14亿的神话相形见绌。未来，让我们继续为台湾加油，也让世界见证更多属于台湾的奇迹。